您是不知道，老臣当状元的时候，皇上尚未出世。皇上，老臣不是大清状元，而是大明皇帝钦点的状元。哦，你是前朝状元，那先帝为何选您当帝师？皇上，你以为大清灭掉了大明就不会尊师重教了吗？不，先帝也对汉文化尊崇备至，虚心求学，偏偏请我一个前朝状元来做帝师。皇上，您可知道，老臣入宫施教的那一天，全京城都震动了。哎，大江南北的读书人都额手相庆啊！一介书生入朝，带来了天下归心呐！父皇，儿臣知道您的苦心了。师父，朕有一件事情，希望师父直言。老臣要么不开口，要开口定是直言。您看朕的学问究竟如何呢？皇上的学问大有长进。那凭朕的本事，如果参加科举考试，能名列三甲吗？就算进不了三甲，能考个进士及第吗？进士都考不上。好，就算考不上，那么能考个举人吗？皇上现在的学问，只怕与秀才共生不相上下。胡说！朕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怎么能跟穷酸秀才相提并论呢？皇上的天下是祖宗给的，皇上的学问却要靠自己来修。哼，季氏，实话告诉你，朕有时候真恨你。你知道吗？朕刚才读刑律的时候，忽然想到如何杀你。朕杀人的方法可多了，有廷杖，有砍头，有腰斩，还有凌迟处死。朝廷杀人的办法，皇上只说了4种，老臣却知道22种。就冲这，皇上也得好好学啊！皇上杀了老臣，吃亏的是皇上，沾光的是老臣。老臣已死，赢得一世清明，而皇上却落下个枉杀忠良的骂名。老臣为皇上想想，还是觉得皇上不合算。师父说的对，朕刚才说的是气话。皇上要是只会杀人，那也太无能了。朕再问您一句，朕的学问要达到什么程度，才算是学成毕业啊？学海无涯。以皇上现在的年纪，能达到秀才就很了不起了。老臣打算在2年之内使皇上的学问超过进士。到那时，老臣就教不动皇上了，自当退位。老臣一走，皇上当以天下为师，继往开来，创立万载帝业。谢师父真言。不敢，老臣只是直言。今日授课已毕，皇上可以回宫歇息了。师父，请先回去，朕再补习片刻。老臣告退。去吧。东庭，东庭，
臣在。你马上去查一查，朝廷恩科何时开考？主考官是谁？副主考官是谁？记着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皇上，您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不说明白，奴才不放心。朕想冒名应试，暗中与那些读书人比一比，瞧瞧自己的真实本事到底如何。皇上，您千万别这样。为何呀？万一皇上考不上进士，这传出去岂不遭人笑话？朕想好了，朕爱新觉罗之后，贵为天子。如果连个进士都考不上，就证明朕确实才疏学浅，根本不配亲政。皇上，这一心啊不可二用，这吃饭的时候啊不要读书。来，给我吃饭吧。朕吃的香，读的也香，不用你管。快呀，苏麻，去吧，去用膳啊。来，你们也下去吧。洞庭，你说这是怎么了？要么不读书，这一读起来又不要命了。我知道他是怎么了，你去用膳吧，我伺候你。你和皇上耍什么花招呢？怎么会呢？我去了啊。皇上，会考的日子奴才给探来了。说，金秋恩科10月初8开考。10月初8，初9，奴才替皇上算过了，还有59天，够朕用的了。主考和副主考的人选呢，奴才也给探来了。谁啊？辅政大臣们拟定啊，主考由苏克沙哈大人亲自主掌，副主考，皇上您猜一猜？副主考，鄂必龙，那个书呆子，季氏，正是他。朕这回可算碰上冤家对头了。还有呢，考题呀，奴才也给皇上探来了，总共是上下2题，不准说上题，一个字儿都不准说，给朕拿远点。你把朕当什么人了？朕一个堂堂天子，考试还用加塞吗？皇上，奴才知罪。这考题，考题吃了啊，哎，你给朕吃了。朕谢你一碗山珍乌鸡汤。好啊，奴婢要禀报太皇太后去。哎，苏麻姐姐，你千万别告诉老祖宗。老祖宗可是交代过的。朕勤奋好学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！这么着吧，等朕中榜之后，你头一个拿着朕的考卷给皇祖母去看，给他一个惊喜，他肯定不会生气，说不定还会大大的赏你。你可真看清楚了，皇上真的没有看考题。奴婢性命担保，皇上一个字儿都没有看，而且还痛骂了小卫子，命令他把考题吃下去。这就好。小时候作弊，长大了肯定是个昏君。不过这点呢，玄烨他也是很明白的。丫头啊，你跟我说的这事儿，做得好，做得对。不过，奴婢担心皇上抱怨。你还想要说什么呀？老祖宗，近来皇上发奋用功，奴婢见了真是为皇上高兴。奴婢斗胆叩请老祖宗，请老祖宗装作不知道，暗中鼓励他用功，让他冒名去应试。果然考上金榜，便证明皇上有真本事。万一要是落了榜，皇上肯定会更加发愤。你瞧这帮小人儿啊，个个都鬼怪精灵的，比我们那会儿啊
厉害多了。是。你们不是老叫我老祖宗吗？我呀，老眼昏花的，没听明白。公山呢？你可听明白了？奴才什么也没听见，什么也没看见。如今呢，我这个太皇太后可是给丫头办差喽。谢老祖宗。我说胡公山呐，奴才在。这本届经事不是推迟了1年吗？怎么又不推迟了呢？你可听到什么了吗？宫里耳目报来，苏克沙哈力主恩科如期举办，还要亲任主考官。苏克沙哈中堂认为恩科乃朝廷恩典，天下学子翘首盼望，如无战乱，不应推迟。他还下令资助每位贫穷学子20两官费银子，以助其入京复考。听起来不错呀。我说胡公山，你让你的耳目啊多接触一些面儿，你接触的面广啊。尤其是那个苏克沙哈和鳌拜，不过呀，要藏而不露，看看他们唱的是哪出戏。哟呵，哎呀，明珠爷您早啊！何老板早啊！明珠爷，这次复考肯定金榜题名啊！借您吉言，果然高中，明珠一定厚谢何老板照应。哪儿啊？明珠爷住在这儿是小店的福气，难得一颗大明珠，不是吗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呀，糟糕，这人饿死在咱门口了！哎呦，这还有口气儿！小二，哎，你看这，哎，给这个人拿几个馒头，把他抬街对过去，别让人瞧见啊！好，慢着，此人像是读书人，说不定你是来应试的。何老板，你把他抬到我屋里去，再熬上一锅热粥。哎呦，明珠爷慈悲，小的担心，怕此人给小店带来晦气呀。我多付银子。啊，行，快点！哎，这是何处？万生谢各位相救。别动，只管躺着。在下明珠，复姓纳兰。请问学兄尊姓大名啊？幸会，在下伍次友。伍次友？啊，是不是呢？《汉赋九问》和《兰草八章》的作者伍次友啊？惭愧，正是在下。哎呀，学兄啊，真是如雷贯耳啊！明珠一直以为那2部大作出自前朝老儒，没想到学兄竟如此年轻，佩服啊！今日相见，明珠3生有幸啊！在下也早就耳闻纳了明珠大名，多谢明珠兄照应。哎，哪儿的话？来，坐，快坐啊！来，吾兄何以至此啊？明珠兄，可知鳌拜？4大辅臣之一，内阁中堂大人，何人不知啊？可知他欺上瞒下，全体害民？这可不知道了。鳌拜属下的正黄、镶黄2旗，以奉旨扩营为名，侵占百姓数万顷土地。在下祖传下的2块田庄，也被他们强行夺走了。家父一气之下，暴毙身亡。混账东西，没个王法了！王法？哼！他们说朝廷有旨以土换土，而他们就敢用20亩戈壁滩换你20顷良田。
百姓们申冤无地，告状无门，又逢上病灾蝗灾，真是没了活路啊！在下家乡，野狗吃死人，活人再吃野狗，野菜、树皮、田鼠、观音土，样样都拿来充饥，甚至一字相识啊！武先生说的是啊，这朝阳门外成千上万的难民，直隶、山东的最多。朝廷啊，就是不让他们进城，以免扰乱人心。老太后和小皇上啥都瞧不见，还以为天下太平呢。武兄如何到京的？在下葬了父亲，便到衙门鸣冤告状。巡抚大人刚刚上任，名叫魏成模，曾是当今皇上的帝师。他立在下暗中查访鳌拜圈地的罪证，待时机成熟上奏弹劾。在下日夜取证，不想被鳌拜党徒察觉，打入死牢。魏大人将在下提出牢狱。他说：“你要是再将他们抓住，我也就救不了你了。”魏大人给了我几十两银子，他让我进京复考。他说：“从古到今，无权无职，是斗不过奸雄的。你还是博个功名吧。”老板，这是你的周钱。晚生告辞了。哎，武兄，武兄，你何不暂住此处，你我朝夕相伴，共同复考啊？惭愧，在下住不起客栈。啊，郝老板，听着，即日起，武兄的一切费用都记在明珠账上。是。明珠兄，这武兄啊，抢占你田地的是买人，可他们都是买人的败类，在下也是买人，却想拜武兄为良师益友。武兄若不嫌弃在下的身份，请受一拜。明珠兄，哎呀，岂能如此苏克大人，请坐，请坐，请。小二上茶。哎，大人府上名茶无数，怎么想起到这儿来品茶呀？范大人呐，你是知道的，自从我奉旨调查鳌拜圈地一案，寒舍四周啊，便终日有鳌中堂的耳目侍候，来考不便呐。所以我只好请班大人到此相聚。再者，这恒通殿是考生们茶酒相聚之处，本人身为主考官，也好事先查看考生们的情形啊。班大人，请用茶。谢大人。哎呀，现如今太皇太后年老，皇上年幼，国家全指望着你们一班内阁大臣啊。苏克大人与鳌中堂同为朝廷栋梁，你们为何要成对头嘛？下官特别希望大人们能够化解恩怨，天下太平啊！班大人，我实话告诉你，鳌拜党徒们交趾谋私，圈地害民，已经是铁证如山了。我手头握着魏成模报来的一大摞实据，还有几十份外官弹劾鳌拜的折子。只要我一出手，鳌拜就将身败名裂。班大人，希望你能分清是非，效忠皇上，与我一起参劾鳌拜。班大人，鳌拜圈地害民只是其表，实质上是结党乱政啊！此人不除，朝廷就永无宁日。你是皇亲国戚，我是先帝爷托孤的大臣，我们岂能坐视不顾？
再者，眼前既是危机，也是一次机遇呀。班大人，你若能在这个时候立一大功，日后还怕没有显爵高位吗？那您中堂大人不说，下官也不敢说呀。下官所属的香兰旗下，也有不少田庄被鳌拜霸占去了，下官是敢怒不敢言呐。哎，大人有所不知吧？他除了圈占了农田，而且更有甚者，他还圈占了8大皇庄的土地，这可是篡逆呀！对，强占皇产，正是篡逆。班大人，你我一起参合鳌拜，我保证偿还你全部失去的田庄。另外，鳌拜垮台以后，我将力荐你升任内阁中堂。谢大人抬举。不过下官想，咱们要么不动，要么一动定乾坤。班大人的意思是，鳌拜势大，咱们暂时不要打草惊蛇，应当外松内紧。首先争取更多的内臣外官站到我们这边来，然后再动手。这期间，我暗中搜集鳌拜圈占皇庄土地和脚趾谋私的罪证。大人则拟好弹劾他的奏章。下月初10，是内臣与外官同朝议政的日子，各省满了任期的督府都来京述职，那正是除贼报国的好时机呀！好，我也正想在科考之后动手。来，请。哎呀，我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好。各位难道还没有看到吗？现在朝廷上权臣当道，边疆强贼压境，豪门圈地害民，市井饿殍满地。此时开科取士，实际上是邀买民心，粉饰太平。国家经过数十年战乱，才得以改朝换代，大清初建，民心思定，正该还田于民，休养生息。而鳌拜私党却以扩京建营为名，大肆圈占乡田民土。唉，国家，百姓一旦无家，后果就是国不将国，圈地实际上是挖了国家的墙角，以一党之私误天下呀！这位年兄，与其在此高谈阔论，何不写成国策，献于当今圣上呢？请问，前辈尊姓大名？在下也是许多年前的一届考生啊。你我不知姓名，说起话来便可直来直去；一旦知道了姓名，反而左顾右盼了。当年科考应试，在下正因为直言实政，才得以高中。可见朝廷上有的是政治大臣，他们可不会误国误民呐。国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学生既然在茶馆敢言，那么在科场、在金銮殿也敢放胆直言。好，在下预祝阁下前程似锦呐！哎呀，中堂大人，何必挑唆他呢？班大人呐，我们又夺了3成胜算呐！你想想，这些考生是代表天下读书人的。在殿试的时候，他们一旦怒斥权臣圈地乱国，岂不证明了民心所向吗？这样一来，朝廷内外、举国上下一哄而起，鳌拜岂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？太皇太后与皇上岂能坐视不顾啊？哎呀，佩服佩服啊！内阁大臣鳌拜拜会左中堂。内阁大臣鄂必龙拜会左中堂。
内阁大臣苏克沙哈拜会左宗棠。大人请，大人请。父亲，3位大人到了。好，各位先辈，有请。请。老中堂啊，你们好啊！哎呀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3位辅政大臣齐聚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。哎呀，可是你们也不想想啊，这事儿啊，要是让太皇太后和皇上知道了，那还不动心吗？左宗棠久不上朝，我等前来探病。太皇太后和皇上知道了，当为大臣们的一团和气而高兴啊！老臣谢谢你们了啊！哎呀，不过也求求你们别害了老臣啊！各位既然来了，咱们要立一个规矩啊。在我的府上只谈茶道，要酒，不论朝政啊。今日就是为朝政而来的，要你这个首辅大臣作为公断。哎呀，你看，左宗棠，苏克沙哈承旨调查本官谋私圈地一案，这本来就是小人们谋害本官，而他是非不辨，黑白不分，本官信不过他。再者，苏克沙哈何德何能，居然在办案的同时还兼着科考的主考官，本官更信不过他。啊，那么敖中堂的意思是换了他，重议主考官人选。本官建议由皇亲国戚班布尔善做主考官，他有才有德，又是皇族血脉，当能持以公心。好。左中堂，列位中堂，本官兼任主考官之职，不是左中堂封的，也不是你鳌拜兄封的，而是我们4个大臣公议的。如今要换我，好啊，说出个道道来，是我苏克沙哈收受贿赂了呢，还是买卖考题了？啊？至于调查你鳌拜兄圈地一案呐，可把我忙的呀！忙得我呀，还没顾得上调查呢。鳌拜兄，圈地谋私一案是真是假，你得等到我调查之后再冲我发火吧？啊？现在你就喊冤，是不是有点过急了？你是不是有点心里发虚了？好。左宗棠一口一个好，究竟叫谁做主考好呢？还请首辅大人明示啊！那我瞧两个都好。本官建议由皇亲国戚班布尔善出任主考官。内阁大臣苏克沙哈仍然坚持原意，由本官出任主考官。内阁大臣鄂必龙同意重新斟酌主考官人选。这不2比1啊！左宗棠尚在病中，表不表态，悉听尊便。是啊，老臣病中不便谋事啊。既然你们3位都定了，那一定是妥当的啊！只是，恕老臣多嘴啊，要不要请示一下太皇太后啊？苏克大人任主考官，太皇太后恩准了啊！
那咱们说换就换。咱们谁跟太皇太后解释啊？主考官可换一，但考题必定得换一个。副主考记是你的是先王之法，这个题目好，读书人不能忘了祖宗啊。而苏克沙哈你的是。本主考官，你的考题是时政之要。听听，这个题目不好，容易煽动读书人评议朝政，添乱子，还是换了好。好。索中堂又是一个好，究竟是换了好，还是不换的好啊？都好，都好，都好。父亲，哎呀，父亲，您怎么觉得不舒服了？哎呀，不好，家父的病又犯了。快来人呐！快来了，给老爷进药。来了，快给老爷进药啊！快点，慢点儿！哎呀，各位大人，实在抱歉，家父的病啊，多有得罪呀。父亲，父亲，我看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！父亲这病的还真是时候。官场上的人谁不会生病啊？有时候人家还巴不得你一病不起呢。他们都走了吗？都走了。关上正门。任何人不准从正门出入，再在门上挂上辟邪草药。好，传出话去，就说我这病啊，越来越沉了。好，父亲，明天呢，孝庄太后要赴东陵去祭祖，您是否前去送行呢？索额图啊，朝廷上狂风暴雨即将来临呐。你说说，太皇太后为什么挑这种时候离京祭祖呢？太皇太后是躲避烦恼呢，还是欲擒故纵呢？你呀，再好好的想想，仔细的琢磨琢磨，甭老等着我告诉你。至于送行的事儿啊，咱们的病啊，还得有个病的样子啊。赶明儿你带我向太皇太后告罪。就说我病的动不了了。好。皇祖母，祭祖的事儿，孙儿本可带您前去的。您这么大岁数，还要跑数百里路，可千万别累坏了身子。我本来没打算亲自去呀，可是前天夜里呢，圣祖托了个梦，说是陵寝不稳。我得亲自烧炷香，让列祖列宗高兴不是？皇祖母，那孙儿什么时候才能去祭祖啊？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？等到你亲政之后啊，你就得当面告诉祖宗，说大清啊兴旺着呢，爱新觉罗氏啊后继有人，知道吗？
皇祖母什么时候回来？少则10日，多则20日。这期间呢，皇祖母不在身边，你得好好读书，认真听政，听见了吗？皇祖母放心，孙儿一定用心。好了，你们大伙儿啊，也别送了。朝廷的事儿呢，就拜托你们几位了。听说索尼病了，是不是啊？回禀太皇太后，家父正在调养。啊，代我问候他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只是希望你们几个好好的辅佐皇上就是了。请太皇太后放心，臣等定将同心同德，辅助皇上。啊，皇上身边有这么多的忠臣，我能不放心吗？好吧，走吧。太皇太后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。太皇太后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。太后一路平安。老祖宗，为什么专挑这个时候离京祭祖？就是要安排这个时候去，要让咱们的皇上单独的历练历练。我明白了。驸马，驸马，皇上，老祖宗真的走了。哎呀，快，朕要骑马，朕还要狩猎，而且朕还要练习武。招雕，这开始玩喽！哦，哎，不得了了，皇上要解套了。皇上，老祖宗可是交代过了，读书学习一刻不能少，骑马打猎一刻也不能多，一切都得和老祖宗在宫里时一样。皇上不是想金榜题名吗？后天就要开考了。哎，皇上，你可不能走神儿啊！天子无戏言啊！那我就陪皇上骑一个时辰的马。好，好，走，走。哎，皇上，我可盯着时辰呢，到时候不回来，我叫侍卫拿人。哼！湖广总督任平大人拜会敖中堂。镇远将军鄂尔利拜会敖中堂，山东巡抚印善大人拜会敖中堂。列位大人，列位同仁，我鳌拜在朝中做事难呐。你们别看太皇太后年老，她可是又老又辣；你们也别看皇上年幼，他可是个小孙悟空。4个辅政大臣呐，最少也分成了3党。虽然我一心一意的效忠大清，辅佐皇上，但也架不住他们明里暗里的整我呀。我们全力支持，我们全力支持你们，我等与你同路与共啊！是。圈地这个事儿早就给你们打了招呼，适可而止，你们就是不听。要知道，你们圈上5顷6顷地，下面的奴才就敢圈7顷8顷，而奴才的奴才，部将的部将就敢圈上9顷10顷。统到一块儿算呐，报上来的是几十万顷土地，我估计实际上有上百万顷。我劝劝你们，为大清的长治久安计，也为列位的名誉地位计，不要再圈了，让些地出来。你们即使只让出10顷地，我也敢跟他们说是30顷。末将十分体谅敖中堂的苦衷，这样好了，末将立刻下令停止圈地。但是已经吞到肚子里的地，末将很难让部下吐出来啊。本都也同意暂停圈地，但本都认为敖中堂不能向他们认输，因为你这一步认错，咱们就是步步错了，人家会揪住你不放，直到把你撵下台为止。眼下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想借圈地来夺你的权。眼下皇上尚未亲政，谁占了上风，谁就是朝廷栋梁；谁落了下风，谁就成了乱党。敖中堂，你得替我们撑住啊！我们都是粗人，让班大人见笑了。
哦，不敢。各位都是大清国的开国元勋，那功业名望那可是名扬四海啊。下官与各位今日在一起品茶，是感慨不已呀。哦，班大人有何感慨呀？下官不揣浅陋，冒昧直言了。请。下官认为，圈地不等于谋私，更不等于乱政。圈地是为了扩军建营，是为了大清的强盛。哎，对呀，是啊，哎，田儿，下官打眼这么一瞅啊，天下的督府有一半坐在这大厅里，统兵将军呢，更是有一多半坐在这个大厅里。这意味着什么呀？这意味着真理就在这间大厅里，不在那些言官御史的手里，更不在那些刁民暴徒的手里。哎，对，太好，太好啊！惭愧。班大人的话，至理名言呐。本堂也有2句话，要问问列位。一个，列位愿不愿意同本堂风雨同舟，祸福与共？